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奔跑吧112白鹿过障碍像只猫，周深新歌上线，被粉丝感动到飙泪。奔跑吧112来了，快乐回来了。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范丞丞、宋雨琦、张真源组成奔跑兄弟团，在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价格心理战后，又携手飞行嘉宾郑业成和张艺凡一起走进了神秘诡异的木偶世界。古人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南国便包含如今的广西，而木偶戏也是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木偶戏历史悠久，源起于汉代，兴盛于唐朝，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经过历史的沉淀，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木偶戏种类繁多，有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布袋木偶、铁枝木偶等等。而这一次的奔跑团成员们将化身资深木偶戏迷，在南宁参加一场木偶戏迷的联欢会，他们装扮成自己最喜欢的木偶人物，接连登场。如果说奔跑团成员的亮相是喜感的话，那么张艺凡和郑业成的登场真的可谓是惊艳了。张艺凡浅浅地秀了几个舞蹈动作，古风美人的气息扑面而来，郑业成挽着剑花帅气登台，引得一阵欢呼喝彩。10位戏迷聚齐相思木偶剧团，联欢会正式开始，他们将一起走进这个木偶戏界的传奇剧团。传说中，相思木偶剧团的表演可以达到人偶合一、浑然天成的境界。曾经的相思木偶剧团无数次为观众带来震撼人心的表演，可不知从何时起，随着剧团的没落，剧团里的10个传奇木偶，传统的杖头木偶已经被尘封在这里很多年了。巧合的是，这10个木偶正是奔跑团成员和飞行嘉宾最喜欢的木偶。虽然是来参加联欢会的，但是这里的诡异气氛还是令成员们都觉得背后凉凉的。当他们听到此次他们不仅可以目睹木偶的真容，还能够成为他们的搭档，还是很开心的。只是当他们得知此刻10个木偶正在各自的房间等待他们的时候，不安的感觉令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谁懂啊，奔跑吧不是竞技综艺吗？这怎么总弄恐怖剧本呢？白鹿到了门口徘徊半天，怎么也不敢进，只能唱歌壮胆。范丞丞更是在门口鬼鬼祟祟张望，浑身写满了抗拒。搞笑的是，范丞丞一边说着自己不能做单线任务，一边爬进房间，还用扇子挡着脸。周深一进门就开始尖叫，张真源双手合十，虔诚地哼唱，希望不要吓唬他。张艺凡伸出又缩回的手，已经表达了他此时心中所有的不安。而红布突然掉落，木偶出现的那一刻，他甚至被吓得飙出了眼泪。郑业成虽然也被吓了一跳，但极有礼貌，还对木偶说了声谢谢。这一刻，每个房间里的画面真是又可怜又好笑。沙溢不愧是年纪最大的，被吓到了气势也不能弱，也不知道是在质问木偶，还是在质问节目组，直接来了一句：“你吓死我的了，干什么玩意？叮咣的！”惊吓过后，所有人都恢复了理智，也发现了木偶旁边的卷轴，卷轴上写着的是木偶的操作说明书。传奇木偶之所以可以与操作者达到人偶合一的境界，源于木偶的心脏是3颗装有红豆的玲珑骰子，操作者需要将骰子握在手里，对木偶说出口令：“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之后，操作者便可以与木偶建立联系。成员们照做之后，木偶纷纷睁开了眼睛，并且开口说话。只是他们听到木偶所说的已经和他们心意相通的时候，脸上纷纷表现出了嫌弃，似乎是刚刚那场惊吓之后产生的后遗症。
当他们与木偶进行沟通之后，才发现一场巨大的危机竟然悄然临近了。据部分木偶所说，在一次演出之后，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木偶心脏头子中都是安的红豆，有的木偶竟然是1颗黑豆和2颗红豆。而这3个木偶因心生邪念，竟妄图控制人类，破坏演出。由于他们隐藏在10个木偶之中，无法分辨，所以10个传奇木偶都被尘封，直至这次被来参加联欢会的木偶戏迷唤醒。同时，木偶们的3颗头子自动转化为成员们手中的3颗玲珑球，成员们必须及时找出并销毁其中的3颗黑色玲珑球，这样才能帮助传奇木偶重返舞台。范丞丞的木偶就是3位心生邪念的木偶之一。这个木偶满腹怨念，认为他们一直在被人类挑选、摆弄，甚至遗弃，所以他和其他2位伙伴的所作所为，也只是想要改变现状，获得自主权而已。了解完前因后果，在好木偶与坏木偶一起被尘封多年后，双方之间的纷争再度开始了。为了寻找销毁黑豆的方法，成员们即将前往传奇木偶曾经演出过的地方，而他们抵达的第一站便是广西艺术中心的黑匣子剧场，那里正在上演一场提线木偶的演出。通过提线木偶们的对话，成员们得知豆子怕火，可将玲珑球进行燃烧，装有红豆的玲珑球被烧会冒红烟，装有黑色豆子的玲珑球被烧会冒黑烟。只是他们需要集齐7根火柴，并在任务中进入前3名，才有机会对其余成员中的一位使用这7根火柴验证他的1颗玲珑球。被验证后的玲珑球自动被销毁，一旦3颗玲珑球都被销毁，人与木偶之间的连接就会断开，该成员则被淘汰。这一环节的任务源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中的动作亮相，在每一局中都会出现一个9宫格题板，里面有8个动作题板和1个亮相题板。成员可随意报出数字翻开题板，如果是动作题板，现场就会增加1块障碍板，直至翻出亮相题板。之后，成员需要开始挑战过障碍、穿过障碍，且没有破坏障碍板即可得分，未穿过或破坏了障碍板则扣分。白鹿首先出战，翻了4块动作题板，才翻到亮相题板，这就意味着他需要穿过4个障碍。繁琐的古装一点都没有限制白鹿的动作，它像一只灵巧的猫，顺利且完美地穿过了所有障碍。张真源翻了6块颇有难度的动作题板之后，终于等来了亮相题板。果然年轻就是活力无限，面对看似艰难的障碍，张真源却是轻轻松松地拿捏住了。张一凡纯按顺序翻牌，结果连翻8张动作题板，最后才翻到亮相题板，虽有挑战，却也有可能拿到场上最高分。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间的翻车令张一凡狼狈收尾。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张一凡之后，周深也体验了一次连翻8张动作题板的运气。但截然不同的却是结果，看着周深顺利地穿越8个障碍，张一凡本来就羡慕到不行，旁边还有一个范丞丞在说风凉话。同样是抽8个板子，为什么某些人就此处省略一些吐槽？张一凡听到范丞丞的话，直接给了他一个闭麦的动作。却没想到，当宋雨琦顺利穿过5块障碍板的时候，范丞丞又将张一凡拉了出来，也是很皮了。而此刻范丞丞的每一句有些人落在张一凡的耳朵里，都变得无比刺耳。当前面已经有高分占据前3名了的时候，后面范丞丞、李晨、郑业成、郑恺、沙溢5个人的表现都变成了表演赛。这里有范丞丞的躺着过，李晨的牛蛙过，郑业成的丢脸过，郑恺的杂技过，还有沙溢的压根不想过。尤其是郑业成，
接连破坏了2块障碍板之后，得到了范丞丞的无情吐槽，认为他这一刻的表现令之前的那一番帅气的耍剑变得毫无意义。而沙溢明明是打算摆烂的，却偏偏翻到了8块全是技巧没有感情的障碍板，这咋过？只能不过了呗。成员们的第2站是广西民族村，那里的杖头木偶已经等待很久了。虽然火烧玲珑球是寻找黑豆的方法，但是在传说中，只要有使用了火柴，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比如黑豆会在木偶之间传递起来。黑豆被传递开来，坏木偶就会越来越多，届时想要找出黑豆就更加艰难了。此时坏木偶的任务已经不仅仅是隐藏身份了，更是要将所有的好木偶都变成坏木偶，而成员们却又不得不开始传递彼此的玲珑球。一番传递过后，必然有好木偶因抽到了装有黑豆的玲珑球而转变了身份，也有范丞丞这种本来就持有一颗装有黑豆的玲珑球，又将白鹿手上的黑豆玲珑球选到了自己的手上。为了找到火柴并得到验证的机会，成员们还需要完成一项任务挑战。这一环节的挑战源于木偶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脸色。成员们需要3人或4人一起用脸夹住指定的球，再按照指定的路线前进，用时最少的队伍获胜。周深和范丞丞、张真源、郑业成一组真的很吃亏，身高没有优势，只能努力地踮起脚尖，努力且卑微地一直喊着矮一点，整个脑袋被夹到怀疑人生。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如果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为自己没有考虑过周深的感受而愧疚？这一趴几个人努力了好久，最后连节目组都看不下去了，官方吐槽他们没有默契，让他们去旁边练习。这个环节的另外一个受害者就是张一凡，被2个大球挤在中间，可爱的模样竟与《天书奇谭》里那只作恶多端的老狐狸梦幻联动了。不过白鹿、张一凡和宋雨琦一起过关的画面真是看不够，毕竟谁不喜欢看可爱的美女贴贴呢？虽然他们如此努力，但很可惜，在这个环节里，他们都没能集齐7根火柴，所以无法验证玲珑球。为此，成员们必须赶往下一站相思小院。他们在最后一站的表现，直接决定了由10个传奇木偶所引发的传奇故事最终的走向。由于前往最后一站的路上，每个人都是与自己的木偶伙伴同行的，所以坏木偶便趁此时机将一个秘密告知了搭档。相思小院里不仅有火柴，还有坏木偶的秘密基地，只要找到机会潜入其中，便可快速淘汰好木偶，主导场上的局势。夜幕降临，被烟雾缭绕的相思小院显得更加诡异。成员们必须在这里寻找隐藏在某处的火柴，每隔20分钟都要集合一次，用找到的火柴进行投票。每当一个成员被投满7根火柴，就要销毁1颗自己的玲珑球，失去3颗玲珑球则被淘汰。若被坏木偶选中，无论还剩几颗玲珑球，都会被淘汰。好木偶在每轮集合后，公布淘汰人选之前，主动销毁自己的玲珑球，可避免1次被淘汰。若在相思小院内找到护身玉佩，也可以避免1次被淘汰。注：护身玉佩有神奇的重要作用，每使用1次火柴，都会进行1次玲珑球传递。经过3轮的火柴投票和玲珑球传递，沙溢终于加入到了坏木偶阵营，且手中持有2颗黑豆。而郑业成则因备受怀疑，正在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当他的玲珑球被火烧并冒出红烟之后，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冤枉，却为时已晚。玲珑球再次开始传递，宋雨琦因为相信沙溢，抽到了1颗黑豆。张真源坚信张一凡从头到尾都是好人，却因拿到1颗黑豆而傻了眼。
白鹿听到了张真源的动静，十分嚣张地对他说：“欢迎你的加入。”至此，最后一位初始坏木偶终于浮出水面。原来李晨才是隐藏的最深的一个。在第一轮玲珑球的传递中，郑恺直接抽中了李晨的黑豆，而张一凡则是在第3轮传递中抽到了郑恺的黑豆。后来沙溢一个人抽到了2颗黑豆，承担了所有。最终，整个场上只剩下周深一个好木偶，以1v8的形式硬刚其他坏木偶。所以在集合投票结束后，周深站起来就跑了，犹豫1秒都是对众多坏木偶的不尊重。感人的是，当周深在逃跑的时候，竟然听到场外有粉丝在唱大鱼，那是周深的歌迷们以合唱周深第1张专辑的第1首歌的方式，庆祝周深第2张专辑的第1首歌上线。此时此刻，孤立无援的周深，在听到歌迷的声音之后，忍不住泪洒当场。周深幸运地找到了护身玉佩，此时的他可以选择加入坏人阵营，与其他人一起享受胜利，也可以摔碎玉佩，让时光倒流，一切重新开始。成员们都没有选择淘汰周深，只想将他纳入自己的阵营，一起获得胜利，却没想到最终周深却选择了将玉佩摔碎，时光倒流。周深秉承着可以输但不能放弃的原则，坚持到了最后。虽然努力了那么久，最终没有赢家，但成员们一起输，也算是殊途同归了。奔跑团成员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下一期他们将在连导航都拿他没办法的重庆进行一场道路复杂的城市竞速赛，又将是一场速度与激情并存的比拼。